杆照亮这辽阔的海洋，当汽笛回响在这繁忙的海港，我们挺起胸膛，迎接新的挑战。这海岸装载着我们的梦想，这海浪拍打奏出最美的乐章。我们用真心拥抱每一份渴望，忙碌的光阴摇晃，绚烂宁静的夜晚，那是最美的图案。坚强它扛在肩上，温柔它却留在心房。我们的向往握在手上，我们的眼神不彷徨，不孤单，满足其实很简单，彼此间信任的目光，并肩的方向就是希望，那才是最值得收藏的宝藏。讨厌死了！别理他，我们赶快走。你讨厌他，还跟他一起出去玩？玲姐，我们明天机场见吧，拜拜。喂，明天见。喂，玲姐，哎呀，你都几岁人了，还叫我姐，人家不知道，还以为我年纪比你大呢。我尊敬你嘛，你不要我叫你老板娘，又不喜欢叫你咖啡嫂，叫你玲姐你又生气，那你要我叫你什么？我没有名字啊。哦，你的名字叫玲玲，那我就叫你玲玲好了。什么事？刚才旅行社的人说啊，要带冬装去，我没有冬装啊。你不会去买呀？哎，对呀，在哪里买啊？去卖冬装的地方。你知道在哪里吗？这里附近就有一间，你自己去问问看。哦，哎，那你不要买吗？我不用，我女儿多的是，我跟她的身材差不多，我穿她的就行了。怎么差不多？你的体型啊比郑雅大多了，她的衣服你怎么穿得下？穿不穿得下那是我的事，不用你操心。哎，如果穿不下，你硬要穿哦，会像粒大粽子，很难看的。哎，玲玲，我真的不会买什么冬装的，不如你帮我吧。什么？郑雅说的，我有什么不懂，你一定会帮我的。你去到店里，跟店员说你要买冬装，他们就会伺候你了。哎，玲啊，你到底有完没完呢？我看啊，还是你帮我比较好，我又不知道行情，给人家骗了都不知道啊。哎，你们女人啊，最懂了。好，我真的是怕了你了。走啦。那这里什么冬装都有，有便宜的，有贵的，任你选。哇，这么多啊，怎么选啊？哎，对了，刚才旅行社的人说啊，天气冷的时候，那个温度可能降到2到3度啊，应该穿怎么样的冬装啊？问啦。哎，小姐，你过来帮帮他。先生，我能帮你什么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明天呢我就要出国去玩了。哎，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，第一次出远门，也是第一次穿冬装，什么都不懂。没关系，你告诉我你要去哪里，我来帮你选。这位太太，你要不要跟你先生一起选？什么太太？我不是他太太，你不要乱说啊！哦，帕托啊！哎，不是，我们是玩玩的。不会。我是说，我们一起出去玩。你知道了，现在很多人组织那些旅行团啊，一起出国去玩的吗？啊，玲，你不是要帮我杀价的吗？玲，哇，58%呢！哇，你就不要再气了啦！我都被他气到吐血了，还不要气？那就证明铁头叔是一个不会花言巧语、想什么说什么的老实人。老实人？我看他是老烦人才是啊！哇，还没出国已经这么烦了，那明天跟他一起出国，不是要给他烦死？我这一次啊，真的是被你害死了。人家说既来之则安之，你就顺其自然啦。来，这个风衣下飞机风大的时候你就穿，这个呢天气冷的时候你就穿这件哦。哇，穿得这么年轻，
人家会不会笑我啊？你都不老，才40多岁，样子和身材都保养得那么好。真的是这样哦。那当然啦，妈，我们走出去啊，人家以为你是我们的姐姐啊。真的很多人都这么说啊。所以我说，有妈这么好的条件，是不应该虚度光阴，应该赶快寻找第二春。要死啊你！这种话都说得出来，你到底是什么女儿啊？当然是一个有责任感，希望妈妈找到幸福、找到快乐的好女儿了。哥，你支持我对不对？基本上不反对。我看你们呢是不希望我将来成为你们的负担，免得照顾我这个老太婆。哇，人家是为你幸福着想，你却这样冤枉人。幸福？你讲幸福讲得这么容易啊？唉，我现在对男人呢是一点信心都没有，见过鬼还不怕黑呀？妈，不是每个男人都是一样的。喏，就好像铁头叔，他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？有什么阴谋？你特地安排我们一起出国，打的就是这个算盘。我发誓，绝无此意。我只是觉得像铁头叔这样的人，肯定会忠心耿耿，一辈子只守护一个女人啊！被这样一个男人守护一辈子，那我不如现在就去跳楼算了。啊，妈，喂，小妹，我看你还是放弃吧。我看啊，妈这辈子是不可能再有春天了。你不觉得妈很可怜吗？只不过是30多岁，就为了一场不愉快的婚姻，搞到感情创伤。而那个抛弃她的男人呢，现在却照样的风流快活，真的是太不公平了。爸，我真的没办法啦。小妹，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。除了是要帮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之外，其他的都可以商量。你听到我跟他说话了？他是不是又跟你要钱啊？他跟那个女人生的女儿需要动手术啊。你相信他？我开始也不相信，可是他拿了医生的报告给我看，真的是要动手术纠正骨骼啊。那也不是什么紧急手术，更何况几时轮到你为他操心啊？他说再找不到钱就要借大耳窿了。那就让他去借好啦，反正是他自己咎由自取的。小妹，怎么说他也是我们的老爸。对不起哥，我从来都不觉得他是我们的爸，养大我们的是妈，不是他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会像哪吒一样切肉剔骨还给他，这样我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喂，你什么时候当你的副船长啊？船下个月起航。哇，那以后要见你就不容易了。傻瓜，现在航海不像以前与世隔绝啦，通讯那么发达 ，SMS 上网，真要见面的话，天天都可以见面啦。那怎么一样啊？上网见得着打不着，不像现在随时都可以出手。哇，看来我选择到海上逃亡是正确的。唉，可怜的天君，接下来他就要独自当你的火烧暴露。他现在想见他都难了。为什么？真雅上司病倒入院，天君要帮他监督工程，还有一大堆女人排队找他，他是见色忘友。他敢？他死性不改啊！小杨，什么事啊？有话就说吧。我想跟你借点钱。需要多少啊？1万。你怎么不问我要这些钱做什么？你不需要告诉我，只要我做得到，我一定会帮你。
爸，我能做的就到此为止吧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来，先坐下，喝一杯酒再走嘛。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哎，你真的是我的好儿子啊，好儿子。老爸，我当年不争气，这辈子就完了。还好你不像我，你是好样的。记得啊，你当上船长，一定要叫你爸爸坐上你的船，让我看看你当船长的样子。爸，妈这些日子好不容易才熬了过来，你就不要再去打扰她了。我要不是走投无路的话，你以为我想去见他？其实我要的也不过分啊，我只要拿回一半的屋子而已啊。这些年来，我给他白住的，我有跟他拿过1分钱吗？我没有啊。可是现在我要拿回一半的屋子，他却连上年的一点都不给我。屋子的钱我会还给你，总之我们不会欠你1分就是了。儿子啊，你给我的钱是你的心意嘛，反正屋子我是卖定的啦。别说了，屋子是绝对不会卖的，我会分期把钱还给你。儿子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你知道这一点钱我怎么能够养家呢？你要知道我的苦衷呐。喂，我不能这样一直拖着他，真的不能拖着他。你今天的气色好多了，医生说你今天可以吃东西，我煮了一些东西给你吃。不用了，护士已经给我东西吃了。哦，那等一下再吃吧。不用了，你不必再忙着煮这个煮那个，也不用天天往医院跑，这里有护士照顾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烦啊？你回去吧。啊，我去拿毛巾帮你擦身体。我都说不必了。那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把东西都拿走。哇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她是你妹妹哎，我哥从来都不这样对我的，真是太过分了。你没有看着工程跑来干什么？先生，我现在用的是我自己的时间，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耽搁工程的1分1秒。你有很多时间吗？喂，我好心来看你，你现在要赶我走啊？你以为你这样子很有性格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在我眼里看来，你简直就是……算了，我看你身体还没有复原，我就不要刺激你了。这是我特地带来的，不过我想应该是不会领情吧。那我就拿回去好了。我看你天天想着他，看着他，现在看不到他，一定是很辛苦吧？问世间情为何物啊？那还给你啦。对了，工程进展的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你现在在休养啊，现在不适合谈公事的。我先走了。爸，哎，来，来，我给你介绍 ，Karen， 我儿子 Sky， 你好。你好，我要走了。好，我送你。好，有空来坐。小子，去拿个茶杯都懒了。
女朋友，不错吧？好像不是你以前喜欢那种类型。人的口味会改的吗？最重要是能够当贤妻良母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喜欢你的钱啊？你说的是啊。这个世界有几十亿人口，想在茫茫人海当中找一个深爱着你，而你也深爱着他的人，难了。本来是有一个的，可是我没有好好珍惜。你说嘛？如果你现在再追她，可能还来得及的。你妈的性格你不是不了解的，都怪我了，应该珍惜的东西没有好好珍惜。喂，小子，千万不要学你老爸啊！我学都学了，要改也改不了。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的话，你一定要去真心关心他，要发自内心的去关心他，这样对方才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意。不过，想找一个让我儿子付出真感情的女孩子，难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找到了。哎，那不是老天有眼，就说我有机会抱孙子了。没那么快了，他会不会接受我的诚意，我不知道。杨妞？不是啦。这样吧，你先照着做，我等一下上来检查 ，OK？ 我上去检查，你不用跟着我了，你去 Steel Shop 检查一下吧。为什么？这工程是我负责的。你很喜欢晒太阳啊？一个人晒好过两个人晒，我晒好过你晒吧。还真懂得体贴啊，怪不得那么多女人围着你。算了，你刚才说的那件事，我会帮你解决的。蔡正阳，人家体贴不体贴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怎么样？都检查了，没问题。那你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我去陪您后湾。这里你不看一看吗？不用了，我信得过你。等一下你休息完之后去找路卡，叫路卡今天无论如何要把修改图赶出来，他拖得太久了 ，OK？ OK。John, I'm coming. 喂，吓死我了！我带了咖啡和点心来慰劳你的。哇，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我看这个太阳呢要从西边出来了，平时只有我去找你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有良心来找我呢？因为有空吗？陈天俊啊，让我休息。哇，那么疼你啊？那跟他不是好过跟病人？那倒是，陈天俊确实是比病人好多了。那当然了，你是个美女，他对你当然不一样喽。谁说的？我觉得他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。对我就不一样了。那是因为你惹火他啦。他说你切他的图啊拖太久了，到底什么时候修改好啊？你没看到我正在努力吗？路卡先生，你知不知道今天几号啦？真雅小姐，你没看到我有这么多工作？拜托你就帮我拖一拖啦。那个陈天俊变起脸来啊，一点都不会输给病人呐。那你还需要多久？快了，快了。那你就不要停下来，我喂你吃好了。来，你呀，要小心，千万不要爱上那个陈天俊。哈哈，那你就不用担心，除非啊，如你所说的，太阳从西边升上来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你怎么会突然间这么说啊？哦，我听喜喜烈他们的八卦说啊，那个营业部的律师被陈天俊甩了，还听说啊，
那个律师呢要陈天俊啊表明态度，公开她是他的女朋友，否则啊就跟他分手。哎，咖啡咖啡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女人啊？急嘛，陈天俊啊那么受女人欢迎，律师当然想要独占他啦。谁知道啊？蛋糕蛋糕。哎呦，你很贪吃嘞。那。听说陈天俊还对律师说，他有喜欢一个女孩子，但是不是他。现在全世界都在猜那个女孩子是谁啊？我想告诉你，如果医生说我没事的话，我要正式追求你。或许你不相信，你是第一个我要认真追求的女孩子。喂，在发什么呆啊你？不会是你吧？什么？陈天俊喜欢的不会是你吧？神经病啊！当然不是啦。我想也不可能，你们两个看对方这么不顺眼，所以我就放心了。你放什么心啊？等到你没人要的时候哦，就大平卖嫁给我咯。吃你的蛋糕啦！本小姐啊，才不可能会没有人要，不知道多少男人爱着我。陈天俊，修改图拿到了。检查过了吗？嗯。那你交给 Pop Shop， 叫他们按照这个图来修改吧。你不再看一看吗？你是工程部出来的，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陈天俊，是不是啊？给你。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的话，你一定要去真心关心他，要发自内心的去关心他，这样对方才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意。爸，还是你行。嗨，哇，小杨说你很忙，我还不相信。可是现在终于亲眼见证吗？能者多劳。不要脸。可以走了吧？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做，我们等你啊。不用等了，我没有那么快走的。不如我们先到餐厅等你吧。我们先去吃吧，我看我是去不了了。喂，你是不是被太阳晒晕了头啊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算了，志航，他那么忙，就不要打扰他了。我们走吧。喂，你是真的忘了吧？今天是小杨的生日啊！那7点在老地方见，不管你有多忙，一定要出现啊！喂，小杨，他跟你开玩笑的，原来他已经订了餐厅，7点老地方见。喂，喂，天俊，你怎么还没来啊？我很忙，我走不开啊。你几时才能到？我们等你。你们不用等我了，你们先吃吧。哎，你帮我跟小王说一声 Happy Birthday。我们吃完饭后会去卡拉 OK， 你来找我们吧。我真的很忙，我走不开，哪有时间去唱卡拉 OK 啊？你们去吧。那就算了，你不用来了。周星婆，我真的很忙，我走不开。你看，我忙到连生日礼物都没有给你准备。
这样吧，给你唱首生日歌好不好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。兄弟，看你了。小杨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猜是什么？你送的、啊。我应该早点告诉你，我需要新的手机啊。谢谢你。开香槟庆祝吧，干杯！干杯！慢慢把车窗摇下，你在转角处等他，难过像打翻的茶，晕开一整片对你的牵挂。这场爱不会开花，我清楚却割舍不下。明知你爱的是他，却还是学不会摆脱这挣扎。对不起。想听的话你说给了他，小猪。我的快乐从此长大。对不起。如果痛是爱的代价，那伤心想傻该怎么还？想听的话得不到回答，我却还在独自装傻。对答是我的脸颊，好让你看不见我眼角的。志航，我们还要去哪里啊？很晚了，回家吧。都还没12点，说好要痛快过完今天的。喂，你还没为我唱生日歌？哇，不用吧，那么老土。过生日一定要有生日歌啊！你唱啊！在这里。记得啊，一定要唱得大声，一定要让我听到才行。不好吧？你唱啊！你唱的话，我就给你一个吻。蔡志航，你笑什么？我是认真的。你唱不唱？不唱我揍你啊！好，我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钟小阳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志航，谢谢你。你看，我不会言而无信吧？小杨，生日歌唱完了，生日也圆满结束了，也应该回家了。
你还有心情睡大觉啊？喂，你干嘛啊？你为什么这样对小杨？我对他怎么样？你就不能给他有一个快乐的生日吗？大哥，我要工作的，我很忙，我没有空。没有空，我7点打电话给你，你已经离开办公室了。我去了我爸那边。你爸那里我也找过了。哇，你也有空啊，那么有耐心。你明知道小杨希望你出现，你却让他等了一整个晚上，你到底跑去哪里了？跑去泡妞啊？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马上打给小杨。我不管你找什么借口，反正你说话这么厉害，你一定有办法让他相信你的。你一大早来这里，又这样又那样的，打什么电话？他可能现在还在睡觉。我不管那么多，总之你好好对小杨，听到没有？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你要我好好对他，我好好对他，你就没机会了。我只要小杨快乐。你很伟大，要不要颁个奖给你？你那么爱他，干嘛你不去争取啊？爱情是自私的，是不可以分享的，你明白吗？你现在应该把我当成是你的对手，当成是你的敌人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，怎么样把我打倒。爱情是要争取的，而不是在这里讲，你明白吗？我不像你，用尽一切手段去制造假象，让别的女孩子以为你爱上他们。当他们向你肯定爱情的时候，你却把他们甩掉。我从来没有刻意去伤害任何人，但是你的确伤害了他们啊！就像小杨，你让他觉得你关心他、在乎他，当他喜欢上你的时候，你却不负责任的溜走了。你现在还敢讲这些废话？或许你说的对，我以前是不相信爱情。如果谁要跟我谈恋爱，我肯定会选择放弃。可是我现在不会啊。那好，认真一点去对小杨。我都说不是小杨，那你跟我说是谁？蔡金雅。你说什么？说，是你妹妹蔡真雅。你敢向我妹妹下手？喂，什么下手啊？你不要说那么难听好不好？我真心喜欢她的，我真心诚意追她，有什么问题啊？我警告你，不要打我妹妹的主意。我不会放弃的。哇哥，你一大清早跑到哪里去了？我还以为你在睡觉，我准备好早餐去叫你，才发现你失踪了。来来来，吃早餐。怎么了？你告诉我，天俊是不是在追你？你怎么突然间这么问啊？是他亲口告诉我的，他说他喜欢你。这家伙！哎呀，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这个好朋友整天胡说八道的。他不像在开玩笑啊。是吗？哎呀，别理他了，来吃早餐。真雅，你不能喜欢他，你明白吗？他不适合你。哎呀，知道啦。你知道就好。以后除了工作，离他远一点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可以吃早餐了吧？谁啊？哎，是妈。铁东叔，你们不是下午的班机吗？怎么这么早到？你妈出事了！妈，你发生什么事啊？没事没事，不要大惊小怪。你还说没事啊？你看你的脚肿得像猪腿一样啊！什么猪腿？你才猪头啊！啊，我背你。哎呀，不用啦，你走开呀！现在有我儿子在，不用你了。来，吃啊！哇，
没事吧？然后我帮你。啊。好，小心点啊。妈，小心。好，来，慢慢来。妈，我去帮你倒水。哎，行李箱放这里啊。好，铁道叔，麻烦你了。哎，不客气。哎，志航，我告诉你啊，本来我们的班机是延迟的，搞到来啊要今天晚上才到的。可是你妈的脚不能等了，所以我就跟他们交涉，好不容易啊，他们才挤出2个机位给我们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提早回来了。我妈的脚怎么会搞成这样啊？哦，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到了云南第3天，就去参观一个部落。那些村民非常热情啊，邀请我们跳舞啊。你知道啦，你妈最爱跳舞的啦，她跳得最起劲啊，所以就扭到脚了。都是妈。哎，老妈，你跳得那么起劲啊？你们不要听他乱说啊！我只是扭2扭，就扭成这个样子喽。哈，起初还没有什么，后来回到酒店了，就开始肿了，连走路都难了。那些团友啊，就叫他好好在酒店休息，他却不肯。他说这样很亏本哦，跟着我们到处走啊。你知不知道啊？在团里最有力气的就是我了，不管上楼下楼难走的路啊，都是我背你妈的。铁头叔。对了，玲玲啊，我认识一个铁打医生，你好好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呢，我带你去给他看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会去看医生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你的牙齿是铁做的，脚肿得像猪一样还不看医生？你年纪老大不小了，哎，可能会扭到什么筋骨啊？什么年纪不小啊？你看，你们女人啊最不认老的了。哎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先跟你预约啊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说不用了。妈，铁头叔那么热心，你就跟他一起去吧。是啊，你都让他背了，干嘛还那么见外？对呀。是他自己要背的，我又没有叫他背，白白给他吃豆腐。王先生，吃药了。来，这是你以前的照片吗？看起来好年轻哦。这小姐也没什么改变。你见过她？她曾经来过，可是当时很晚了。很晚？那什么时候啊？前天晚上大概12点多，我刚从隔壁病房出来，她正好要离开。方先生吃药。方先生。不是，小姐，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他真的来过？我也不太确定，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？谢谢。你是不是没有死啊？一定是你。你呀，我听志航说你扭伤了脚，怎样啦？本来呢是肿得像一个大粽子，看了跌打医生之后就消肿了。不过现在走起路来还是有一点痛。那你别动来动去啦，快点坐起来，我来帮你。不用了，你自己也有工作要忙的。他们收工会打电话给我的。来，坐下来，小心点。好。唉，再过2天，志航就要去航海了。你舍不得他？大海茫茫，一去就是2、3个月，说不担心啊，那是假的。轮船是最安全交通工具，比走路、坐车还安全呢。也不完全是担心他的安全。你知道，男人是最受不了引诱的。外面的花花世界，而且航海的又全都是男人，他们到了一个地方靠了岸，就会去花天酒地。我知道志航是不会，不过男人毕竟是男人嘛。不会的，志航跟我说过，船一靠岸，他都会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去看名胜古迹、逛博物馆的。如果他娶了老婆，我就真的不用担心了。那你快点帮志航找个老婆啊！要是真的要找一个媳妇，我一定会找你的。怎么又扯到我头上来了？大家都那么熟了，你老实告诉我，志航到底有没有机会呀？
黎，你还当真啊？当然了，我现在就算是冒着瘸腿的危险啊，也要拉你去买4点金啊！你太夸张了吧？不夸张，来走走走，现在就去买。黎，你饶了我吧！哎，你地板脏，我帮你抹。不用你抹啦，地板脏了由我来抹。铁头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已经换工作了，现在在帮玲玲打工。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啊！我才放长假，铁打医生说玲玲的脚千万不能再扭伤了，要不然就麻烦了。反正我没事做，就来帮她喽。是他硬要来的，赶都赶不走啊！是我求你的，要我一个人闲着没事做不把我闷死才怪呢。哎，你们2个过去那边坐，我来抹地。刚才我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啊？什么问题呀？我是说，我们家志航到底有没有机会啊？黎呀，我和志航太熟了，熟才好啊，才可以互相了解啊。难道你已经有了对象啦？哎，林英，哎，小朱，你也来了？天俊啊，喝咖啡吗？啊，不了，我要1壶咖啡，1壶茶，买给工人喝的。好，你等等啊。什么喜事啊？没什么喜事，最近那些工人赶工加班，师傅又不在，我就带师傅慰劳一下他们。应该的，你这个徒弟做对了，这么一来那些工人工作起来就会起劲了。你也很起劲啊？当然了，我做什么事都起劲了。那你就应该更加起劲的取个铁头扫回来。没问题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干嘛？眼睛张那么大干嘛？有蟑螂！蟑螂！哪里？小心你的脚，小心你的脚啊！你的心跳得很厉害啊！一只蟑螂而已嘛，不用怕成这样的。是你的啦！是吗？是吗？是我的吗？惨了惨了，这是惨了！难道这就是爱情？哎，喂，我跟你讲话你不理人的。你在跟我讲话啊？你说什么？听说那天晚上你跟志航2个人玩得很晚哦。是啊，开心吗？没我也那么开心。奇怪了，没有你就不能开心吗？不够朋友。喂，到底是谁不够朋友啊？那天我是工作忙，真的走不开。你还有生日礼物在我那边，等一下你跟我上办公室，我拿给你。不必了，生日早就过了。啊，你说的啊？你不要啊？我省下来送给别人。对啊，可以送给你的新猎物。我最近认识一个女孩子，样子很漂亮，身材。讨厌吧？越讨厌我越好。慢慢把车窗摇下，你在转角处等他，难过像打翻的茶，晕开一整片对你的牵挂。这场爱不会开花，我清楚却割舍不下。明知你爱的是他，却还是学不会摆脱这挣扎。想听的话你说给了他，我的快乐从此蒸发。如果痛是爱的代价，那伤心想傻该怎么还？想听的话得不到
我回答，我却还在独自装傻。雨打湿我的脸颊，好让你看不见。